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味中文 Learn Chinese the Taiwanese Way， 我是你的中文小老师小安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养宠物这件事。我相信很多听众都有养宠物，我家也有养。我家养的是2只狗跟4只鸟。我印象中更小的时候，我家也养过鱼、乌龟，还有很多台湾人小时候都养过的蚕宝宝。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人国小的时候都会养蚕宝宝，我忘记我的蚕宝宝是哪里来的。印象中好像是小学的自然课吧，可能是学校给的，也可能是自己去买的。蚕宝宝就是那种长大会变成蛾的昆虫，它们变成蛾之前会吐丝，把自己的身体包住，变成一个茧。那我们人类也会把它们的茧拿来做成一种叫做丝绸的布料。总之，这些我家小时候养过的宠物，好像最后也都因为不同的原因被养死了。现在想起来其实蛮残忍的。那我家真正开始养宠物，应该可以从我们养的第一只狗开始算起。在养狗之前，我其实超怕狗这种动物的。一方面，我小时候根本没什么接触过狗，我们家没有养狗，身边的亲戚还有朋友也都没有养，所以我对狗很陌生。另一方面，我舅家附近超级多流浪狗的。印象中，我舅家旁边有一块空地，长了很多杂草，然后那些流浪狗就把这个空地当成自己的家。每次要回家，我都一定要经过这些流浪狗。我真的每次放学回家都要鼓起很大的勇气，都要先站在一边跟自己说，这些狗不可怕，这些狗不可怕，你可以做到的。就是帮自己加油打气一下，然后我才敢回家。而且我还真的有一次被那群流浪狗的其中一只追过，我拼着命逃跑，还边跑边大喊说，救命救命。那次我印象很深刻的是，我有经过一个大人，结果他却冷眼旁观，没有来帮我。我觉得我都快死掉了，然后一直大喊救命救命，结果他都无动于衷。所以我小时候对狗很有阴影，就是对狗有不好的经验。那我真的是养第一只狗之后才开始不怕狗的，这是不是一种人的天性啊？我们对自己不熟悉的东西都会抱着一种恐惧感。我觉得我小时候对狗也是这种感觉，但是养狗之后每天都要跟狗相处，久而久之就觉得狗就是狗啊，没什么好怕的。那除了让我不怕狗之外，养宠物对我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处呢？我们常常说养宠物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是陪伴。陪伴就是在旁边陪着我们的意思。很多人可能是一个人生活，这样难免会觉得孤单，他们可能就会需要一些陪伴。这时候养宠物是一种很好的选择。我自己是没有这种经验啦，但是我觉得养宠物真的可以增加很多生活中的乐趣。像我每天一起床，我的狗狗就会跑来我的床边，摇着尾巴，对着我欢呼。或是我可能出门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家，这时候狗狗就会很兴奋的来门口迎接我，还会跳起来站到我腿上。这些时候就会觉得养宠物真好，觉得就算全世界都不爱我了，还有我的狗狗是爱我的。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家有一只狗很聪明，就是它很亲人，而且很懂得怎么讨人喜欢。像我刚刚讲的，它就会很热情的欢迎你啊，而且它动不动就会跑过来，身体靠着你，要你摸它。而且它想要吃东西的时候，还会把头靠在你的大腿上，然后用它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你。总之，它就是会表现得很可爱，让你很难不喜欢它。虽然我很喜欢我们家的狗狗，觉得它们很可爱，而且也觉得它们带给我的生活很多乐趣，
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我选择的话，我不会养宠物诶。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觉得养宠物责任很重，就是养宠物要负很多责任。像是养狗的话，我觉得就很像养一个小孩。好啦，我没养过小孩，所以我不知道。但是连养狗我都觉得责任很重。你一养狗就要养好几年，甚至超过10年，而且大大小小的照顾我都觉得蛮麻烦的，像是每天要帮他们准备食物啊，每天要遛狗，带他们去散步啊，每天帮他们捡大便、擦屁股啊，这些都还是小事，还有一些大事，像是带他们去结扎，他们生病的时候带他们去看医生，这些会影响到狗狗健康的事情也要处理。花钱就算了，你也要花时间去照顾它们。中文有一句话叫做甜蜜的负担，像是养宠物就很适合用这句话。像我刚刚讲的，我们养宠物的时候，虽然要花很多钱跟很多心力去照顾它们，它们会变成我们的一种负担，但是它们同时也陪伴着我们，带给我们很多乐趣，我们也会对它们产生感情，会去爱它们，所以我们也会觉得有我们的宠物在很甜蜜，很幸福，所以我们才会说这是一种甜蜜的负担。我们也会说养小孩是一种甜蜜的负担。所以如果让我选择的话，我觉得我不会养宠物，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没办法负担得起这么多责任，我也不想负担，而且我也常常在不同国家移动，养宠物的话会变得很不方便。那有些人可能养宠物之前没有好好的考虑，也没有想到养宠物要负起这么多责任，这些人就很有可能会弃养宠物。弃养的意思就是你不再养你的宠物，你把它丢掉，你遗弃它。弃养宠物真的是一件很不负责的行为，而且在很多国家应该都是违法的。那在台湾也是，如果你今天随便把你的宠物丢掉，你就是违法，你会被罚钱。弃养宠物也会造成流浪动物的问题。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流浪狗跟流浪猫。流浪动物通常是一些被弃养或走失的宠物，或是被弃养的宠物又生下来的动物，然后它们不得不在街头上生活。那台湾为了解决流浪动物的问题，我们有收留这些流浪动物的地方，一般会叫这些地方动物收容所。你有可能也会听到流浪动物之家这种名称。流浪动物真的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，而且每次看到流浪动物的照片就会觉得好可怜，也会觉得很难过。我觉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要做到的最基本的事情就是负责。我们养宠物之前一定要想清楚，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力照顾这个动物，不能只是觉得这个动物很可爱，就决定要养它。另外一个我们很常讲的口号是领养代替购买。领养就是英文的 adoption， 像是去动物收容所把流浪动物带回家自己养，这样就是领养。所以领养代替购买的意思就是为了解决流浪动物的问题，我们不要再去宠物店购买宠物了，我们应该让这些已经没有家的动物有一个家。虽然我刚刚说我不会养宠物，但是我话没说这么死啦。我觉得我未来还是很有可能会养狗，只是现在的我还没有那个能力去养。那我之后养狗的话，我觉得我不会去宠物店买，我会去收容所领养，因为领养代替购买嘛。而且其实我们家养的第二只狗就是领养的。我爸妈有一次去逛花市，就看到有收容所的人在请人领养狗狗，
然后我爸就看上一只头是黑色、身体是白色的狗狗，它的名字那个时候叫做黑头。下一秒，我们家就多了一只狗了。那这只领养的狗狗，我们已经养7年了。我跟它有很多很棒的回忆，我们家的人都很爱它，而且也因为跟它相处的经验，我觉得我未来如果要养自己的宠物的话，我会继续选择用领养的方式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欢迎加入我的 Patreon， 也欢迎来跟我分享你对这个 podcast 的想法。你想跟我上中文课的话，也欢迎你来联络我。你可以在 IG 或是推特上传私讯给我，我的账号是 The Tony's Way。你也可以寄信到我的 email thetony'sway@gmail.com。最后再提醒你一下，如果你有听不懂的地方，欢迎到我的网站上看逐字稿，我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里面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